10月28号，世界男性健康日。到底有没有人爱我们？我这病还能治好吗？医生看病不是探案，真能治好？别播，真能治好吗？硬不起来是不够爱吗？这样的男人留着过年吗？异地患病率挺普遍的，有点讽刺。我坚挺多久算正常？这上去哐哐哐，回头我教你收放自如，从从容容，尽在掌握。3分钟就算及格了。不是。世上无难事，万爱皆可谈。这里是年度男性健康特别节目《万爱皆可谈》。大家好，我是陈明。首先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2位重量级的来宾，让我们欢迎刘吉手手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吉手，知名艺人，独立大男主，爱女博主，中国最勇敢的男人。谢谢，欢迎手哥。今天太期待听到您的这个高见了，这个话题对您非常匹配。因为我是这个赛道，我第一个勇敢站出来，让大众了解，没有男人敢承认。我就是公开承认了，坦白了，我就是想，证明一点，如何评价一个男人是一个优秀的男人，这方面他并不是一个唯一评价标准。怎么快哭了呢？不是我这一肚子苦水啊！哎呀，行，慢慢说吧。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身边的这一位重量级来宾许超许大夫，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许超，江湖人称灵针骑手的许医生。刷到我的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戴好耳机，不要公放哦。你大概帮助过多少男性重新支棱起来，找回男性雄风？数不胜数。真能治好吗？这篇别播，真能治好吗？我有信心。大家可能好奇，为什么我们这3个大男人这样的夜晚汇聚在这儿呢？这是因为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10月28号，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设立的世界男性健康日，还有男人节呢。手哥之前知道吗？不是，活了半辈子，从来没有收到过祝福短信啊，也没有收到过鲜花啊。所以这个节日就是呼吁更多人去关注男性的健康嘛。关键是没人关注啊，到底有没有人爱我们？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男性，在跟性相关的问题上的困惑非常非常多，尤其是跟ED相关，这个又羞于启齿，生活中又不可能跟兄弟聊这个，因为你不管怎么聊，一定会油腻，一定会各种的诟病。我觉得男性羞耻心太强了，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小的时候，马路上那些电线杆，上面贴的各种小广告，像牛皮癣一样贴的各种小广告哈。你现在回头想，明明有那些正规的医院，他不去，他为什么要信那些小广告？既然敢贴，就说明肯定有人去。因为什么呢？上医院怕遇到熟人，上医院这个仪式感太强。是的，你得去挂号，得面对大夫，你万一遇到同事、遇到同学什么的，你怎么解释啊？但是小广告他不怕，为什么？上面有电话啊，撕下来打，喂，是李大夫吗？我想去你们那儿看看呐。小伙子，怎么了？那你来吧，有经验。你们在哪儿啊？某某小区几单元几号楼几楼？上去鬼鬼祟祟的一敲门进去了，是个私密的空间。一个老中医后边摆一瓶药酒，一大罐子什么虎鞭的什么泡的各种东西，上面一堆锦旗，摆一大褂，戴个眼镜，或者是什么小伙子来吧，没事啊，都过来人，他有安全感，真的那种氛围，然后他愿意在上面花钱。我听广播呀，很多人在上面花上万、10几万都有，真敢花。但是你让他上正规医院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敢去。这就是公众舆论在很多话语上的缺位，才给了那些灰色甚至黑色地带有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这也是今天我们聚到这儿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呢，我们不开车，我们开灯，我们试图把公众话语场当中的黑暗空间把它点亮，亮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帮一个有一个的开心。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认真的聊一聊这块隐秘角落的话题。我们先碰一杯，好不好？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烧烤夜聊之旅。许医生在互联网平台一直开了一个信箱，据说特别火，接私信的就是您根本都没时间把它看完。有的时候少的时候可能100-200封，多的时候甚至到1000封。您说的这个单位是什么日期？是每天？每天。我们也挑了好几封信。第一封信来了啊。新婚之夜硬不起来是不够爱吗？还是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结果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蜡烛滴泪，身体比较累，精神紧张，身体又比较疲劳。这个时候很多人，你要突然要过性生活的时候，那可能就勃不起来，硬不起来。这是个大问题，太累了，结一个婚太累了。接亲，然后各种仪式，挨个敬酒，折腾一天，回家第一件事你知道干什么吗？吐，就是喝多了。随礼，谁随礼了？
所以其实在我看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特殊情况下引发的 ED， 这种偶发性 ED 到底应不应该重视和焦虑？ED 这件事儿它到底是个生理问题还是个心理问题呢？徐大夫您怎么看？我们常说啊，医生看病他不是探案，但不探案很多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你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医学上是很常见的，我们叫做心因性 ED， 意思就是你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这心理压力让你的身体掉链子。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他确实不知道什么是 ED。ED 呢，我再次科普一下 ，ED 叫做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俗称的话叫阳痿，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不恰当的一个词。也是不准确的，咱就说软病就行了，并没有比阳痿好很多呀。阳痿这个词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词，让你感觉好像是不行了，身体不行了，带有一点歧视性的。但实际上呢，它可能只是局部出现了勃起问题，并不是整个人都不行了。而且这种障碍呢，它可能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引起的，有很多成因，我们建议用勃起功能障碍来代替阳痿这种说法。这个好多了 ，ED 一听就是一个状态描述，阳痿一听感觉是个尊严剥夺。这个时候我有经验，就是作为伴侣啊，一定不要刺激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不要说，哎呀，怎么不行了？他有一天在想这个事儿，就越想吧越不对劲儿。首哥说的很对，其实对于偶尔一次这种发生的，就当没发生过。对，就当没发生过。如果说是经常出现的话，那可能需要去求医问药了。但是其实我们正常，你偶尔出现一次这种不行，就把它忽略掉，就像首哥说的，这是正常情况，不能放在心里。那这儿也给我们寄来这封私信的这位男性朋友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复，就是千万不要给偶然一次的 ED 上那种特别大的价值。对，不要把它往什么爱情啊、什么爱不爱了呀，各种往上靠，往大了想越容易成真。对。小伙子记住了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OK，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他说：“我才20出头，我就开始吃药了，是不是这一辈子都得靠药撑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更慌了。别慌，不要慌。首哥很有心得。我去过医院，我真去过。问题是，这位网友他的那个关键点是在于，他担心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成瘾性。是不是未来会有一种药物依赖，还是说这个有在科学上是一个什么？其实我要澄清一下啊，首先这个它治疗 ED 的药呢，它作用于血管，它不是作用于神经。是的所以说它没有这个成瘾性。就像比如说我们西利那非，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小蓝片它的作用原理呢，就像是我们勃起的关键在于这个充血的过程。就像是我们把它比作一个水池，一边在进水，一边在放水。小学数学题啊。对，水池放水和进水的问题。那如果说是放水的这个速度比较快的话，那是不是永远就充不起来，没法充满？你试过吗？没有，这题我做过。小蓝片的这个作用呢，就相当于我们适当的去关紧这个阀门，让它这个放水的这个速度减缓。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水池蓄积起来，让它勃起。一般来说啊，1级的硬度呢就像是豆腐，2级的硬度呢就像是剥了皮的香蕉一样。怎么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疼，也就不知道为什么。 3级的硬度呢就像是带着皮的香蕉。4级的硬度，我分一个，我这感受一下，就像是黄瓜一样。哎，还是这个好哈。3级这个，对，这是3级，这是4级硬度，是最理想的一个硬度。这个好。二级硬度都快没了呀，2级硬度就，所以说软了吗？徐大夫说的没毛病，没毛病。1级硬度是豆腐哈，这就举都举不起来，上不了台面，这没法举。对，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去判断，用这个鼻尖儿。鼻尖这个硬度属于这个是属于3级硬度，这个是属于能够完成性生活的一个最低的硬度。如果能达到这个硬度的话，那说明可以完成性生活。然后第4级的硬度呢，就是额头的这个硬度，能达到这个硬度的话，其实就属于是最好的一个第4级的硬度。有的时候我们判断能不能过性生活，你的硬度怎么样啊？摸一摸鼻尖儿，如果能达到这个啊，说明它是还可以。第三封来信其实跟咱们面前的这个食物有一定的关系。他是说，老祖宗不是说吃啥补啥吗？我天天是腰子炖汤，药酒当水喝，但是肾是一点没补上，反而把三高、脂肪肝全给养出来了。是老祖宗错了，还是我错了？其实我从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今天这个桌子不一般，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小烧烤，但是韭菜、生蚝、羊腰子，十全大补3件套。怎么说呢？在烧烤界流传的几个绝学，我心中一直有这个疑问：这事儿这靠谱吗？是真的吗？我先不说，我觉得陈明老师和手哥，你们先看一下，你们觉得这些有没有功效？功效有没有一个排名？你们先给他做个排名。哎呦，还有排名？我猜一下啊，来，手哥，韭菜为什么有人觉得好？我不知道为啥，它长得快，割一茬一茬的，嗖一下就起来。哦，它的这个像火箭一般，对，繁殖能力强啊。哥，你别说这个指头，咱换一个手指。对，这个可以。比如说你给它割掉了，它变这么长了，第二天嗖一下就起来，啊，长得快啊。然后这个腰子为啥呢？就是男人吧，有时候腰酸，总觉得哎呀腰不行，肾不行，是哪儿补哪儿，对这腰子以形补形啊。这生蚝是为啥呀？生蚝是就是真的烧烤界，以至于如果有男生一起出去吃烧烤，要点2个生蚝，大家都会小眼光跟他在身上聚焦一下。我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吃啥吗？一杯啤酒里面打2个生鸡蛋，说壮阳。还有这种说法？我不知道谁传的，反正我们以前喝酒天天就是。真的吗？我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然后讨论这些东西，咱是一个严肃的节目吗？我这一点信心没有。我是下好大决心的。你看，吃了，你这是给我整这个，你跟我说那治，谁信呢？就要论证它有没有效果这事儿，我们先听听科学意见。其实像这些植物，古人讲以形补形，其实这些的都没有什么用，完全没作用。对，顶多是一个心理安慰。这种经济性的勃起功能障碍呢，就是可能你觉得它有用，吃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安慰，然后就会歪打正着改善了，意外的美好啊！因为ED和咱们很多心血管疾病是有着共同的病理基础。那在小蓝片面世之前呢，以前是做手术来解决ED问题的，效果一般。等到小蓝片面世以后呢，大部分普遍的新型 ED 的这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小蓝片的诞生呢，背后的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当时呢，研发人员最初是想要研发一款治疗心绞痛的药物，它的药理在于舒张心血管，改善心肌功能。但是呢，临床实验的效果并不是很好。等到回收这些药物的时候，大家都不肯回收。一问才知道，很多男性受试者都发现，这款药物使用之后，自身的这个勃起功能得到了改善。哦，这真的是有心栽花，花却而没开；无心插柳，柳插成功了。因为两者的作用呢，它有相似的地方。这类药物它都是作用于血管，而阴茎上的血管呢，又是全身最小的血管之一。所以说，研发人员赶紧重新调整方向，又花了很多时间和成本，最终呢，让小蓝片能够面世。它相当于是治疗ED领域的第一款口服药物，也就是原研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小蓝片就已经足够解决问题了。如果小蓝片都治不好，那就要考虑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了。但这是比较少数的一些情况。哦，小蓝片治不好的人是不是就无药可救了？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啊，包括像物理治疗、负压吸引、血管活性药物。现在很多人做假体。人类的科技真的永无止境啊！不敢想象这个画面啊！这其实是应该有的一个方向，因为性本身其实不是禁忌，对性相关的健康知识一无所知，但还觉得自己知晓才更危险。其实我国的ED患病率还是挺普遍的，还是呼吁大家以更开放的心态对待ED，希望更多患者可以来到医院解决问题，都能够放过电线杆子，规范就诊，用科学手段解决ED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还提到的是时间相关。这个朋友是这么问的，说办事儿坚挺多久才算正常？有人说3分钟就够了，有人说30分钟才合格。这事儿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及格线？有，就3分钟。真有？手哥，你这是怎么跟大夫似的呢？你这又知道了？对，手哥说的对呀，手哥说的对，3分钟就算及格了。3分钟就是及格线。哎，这位朋友问3分钟是及格线，您及格了，这位朋友，您及格了。其实，在我们这个医生来看的话，更重要的是一个质量问题，就是你双方能够获得满意的性生活就可以了。明白。这个时间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如果说是非要给这个时间一个界限的话，就早泄的定义，是以3分钟为界限。如果说是3分钟以内的话，我们考虑是早泄。明白。3分钟以上的话就是正常，就是进入正常的范畴。对，
我认为男女发生亲密关系这件事儿吧，首先是这个女生得对你投入感情，女生一旦情绪到位了，其实并不需要很长时间的。你像有的电影，它可能就半个小时，你看起来就很爽；有的电影给你拍3个小时，你看着很垃圾，你就很索然无味。很多年轻人啊，发现自己时间短，其实不是身体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控制不住他这个情绪。其实你大脑是能控制的，这多难啊！这个不难，不难。回头我教你。其实要控制，不行的话想点别的，不能纯感性，要理性要介入进来。对，就是脑袋里想点别的。哎呀，我那道数学题怎么做？还有俩单词没背呢，背单词。对，但是转移注意力有可能会导致勃起问题。有没有可能您支棱不起来，就是因为每次中间都在想数学题怎么做呢？这个节奏你要给拉回来，你不能一下人飞了去做数学题去了，真去做了，就是你感觉哎有点控制不住了，马上啪一转移。然后再10秒、20秒、半分钟，啪再拉回来。你这个皮筋儿收放自如，收放自如，从从容容，尽在掌握。我天，首哥真的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千万不要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了解了。那个画面感太强了，突然间翻身下床做起了微积分，我觉得这首哥那厉害，爱数学。下一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其实在互联网上经常讨论，朋友是这么问的，说性张力该怎么练？我越想表现，反而越缩，好像天生自带这个性缩力体质，要怎么才能支棱起来？根本没有粉丝问的问题，就是你们提前准备的，就为我准备的。导演了，哪个导演老师问的呀？这个性缩力、性张力这些话题在网上也经常聊到，好像它跟性关系没有那么大，它更多的是一种综合气质、个人气场、性格特征、个人魅力的一个综合呈现。我就一句话啊，人生不摆烂，支棱起来向前看。支棱就完了，印在胸口了，必须支棱。但其实这些年，公众舆论有一种趋势，就喜欢造词儿。这种词儿本身有时候还会反过来给很多人带来一些心理压力。但是我觉得，一个男人其实他最有性张力的是什么？应该是这儿。首先你要有智慧，啊，你要有担当，要有涵养。哎，我说这些说不太合适啊，我说这些好像有点讽刺我。反正就是说，男人啊，他的真正的性张力是承担一种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因为我们现在是高级动物嘛，社会性动物，不是原始社会那种什么猎豹、老虎、狮子啊展示这种。对，这也是非常好的价值观念啊。正视生活中一切真实的发生，跟自己的身体和解，这最重要的事儿。其实，在公众话题当中，男性来聊性相关的话题一直是个禁区，尤其是近几年。就是怎么聊，其实都是错。事实上，性教育贯穿一生，不是我们不谈它就不存在，不是我们盖着这些问题就会自然消失，还是得勇敢地说。科学理性是我们永远的堡垒。勇于承认自己不行，当大家都敢正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其他人才会发现这东西我不需要这么敏感，我可以勇敢地说自己不行，或者是有问题、有障碍，或者是思想、精神的，或者是身体的，而不是回避。我记得。第一家药店当时在小蓝片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在门口摆上了大纸牌，说难言之隐从这一刻开始有了解药。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气，这跟我们坐在这儿来聊背后的勇气有某种一致性。我们也希望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希望未来提到这些相关的话题，伴随大家脑海中的不再是那一抹不可触碰的黄，而是一抹长长亮亮的蓝色。打开天窗说亮话，光才能照到每一个角落里来。非常开心，两位嘉宾跟我们一整晚的畅谈，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男性世界健康日的探讨当中来。如果大家有更多的困惑，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如果大家有很多的心得，也可以随时等待着大家，给大家带来科学和理性的答案。世上无难事，万爱皆可谈。今天我们的对谈就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下期再见了，拜拜。